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磁场，我是主播小田。据知情人士透露 ，iPhone 14已于近期开始试产了，如果顺利的话，将于8月份正式量产，9月份发布，之后大家最快10月拿到新手机。配件厂商已早早拿到了 iPhone 的尺寸及数据规格，用于生产 iPhone 14系列第三方手机壳。一位名为苹果深圳富士康生产员的网友，最近曝光了苹果 iPhone 14 Pro Max 配件开模的铝版图纸。可以看出 ，iPhone 14 Pro Max 确定顺延之前的部分参数，也就是那块 6.7 英寸大屏，但在机身尺寸上略有调整，比起现役的 iPhone 13 Pro Max 手机，更短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宽的机身，整体增厚 0.2 毫米。目前 iPhone 13 Pro Max 由于电池达到了 iPhone 手机的一个峰值4352毫安时，厚度控制在了 7.4 毫米，而14 Pro Max 将回归 7.6 毫米，感觉苹果不断在 7.3 至 7.6 毫米之间的厚度徘徊。虽然 iPhone 14 Pro Max 的凸起更加严重，放在桌面上摆不平，但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是非常惊喜的。我根本不在乎镜头的厚度，只要手机拍的画质够好，就是好手机。iPhone 14 Pro Max 将配备4800万像素主摄加2颗1200万像素镜头，支持 8K 拍摄。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和安卓阵营一样采用 Quad Bayer 4合1成像，毕竟是索尼加传感器。更突出的镜头意味着 iPhone 14系列的变焦画质以及进光量都会更好。自从 iOS 16到来之后，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但是在锁屏、壁纸、UI 以及功能方面都进行了细节升级。然而在 iPhone 14 Pro 系列中作为全新升级的产品，功能性方面自然会取得更大的提升，所以关于息屏显示的功能一直都被期待，直到细节再次浮出水面。据数据显示， iPhone 14 Pro 的息屏显示功能可以让壁纸会变暗褪色，但不会完全消失，与安卓那样的仅显示日期时间完全不同，相当于是进化版，甚至会有一种更高级的感觉。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调节亮度、对比度，结合上1赫兹的超低刷新率，做到完全不影响续航水平的常亮，这也是14 Pro 系列的一个大升级的地方。毕竟 iPhone 13 Pro 的屏幕还做不到1赫兹的状态，然而升级之后的新机却可以做到，这也意味着产品本身的发展实力会得到非常明显的提升。也就是说，全新的 AR 息屏显示极大概率会是 LTPTL 屏幕的 iPhone 14 Pro 专属功能，只有该系列的屏幕才能支持1赫兹显示，即使是 iPhone 14标准版和 iPhone 13 Pro 系列都有可能无法对其进行支持。而且和安卓手机的息屏显示不一样，安卓系统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基本上都是一片黑，然后某个区域会亮起时间等标识，可以帮助用户在手机待机的状态下不用打开手机就能查看时间，以此来减少频繁亮屏和熄屏的操作，更好节省手机电量，并且可以设置熄屏的时间，整体也是很人性化，所以届时可以好好对比下差别。除此之外， iPhone 14 Pro 系列的细节参数也基本没有什么悬念，性能上降会搭载 A16 处理器，并且使用更快的 LPDDR5 6GB 内存，会使 Apple 芯片的性能提升高达 15%。 而且从 LPDDR4X 到 LPDDR5 的转变将使内存带宽提高多达 50%， 针对 3D 图形和图像、视频处理并任务更快。在 GPU 性能方面将提高 25% 到 30% 是合理提升，还是近几年的 A 系列处理器大致持平，所以发布之后基本上不会有性能方面的压力。而且有了更强的性能之后，拍照能力也不会差，升级4800万像素摄像头传感器，支持 8K 视频拍摄，方便果粉们创作。虽然这种模式需要更强大的图像信号处理器和神经引擎，但是在16处理器的加持下，效果方面肯定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并且有望带来更强的画质。至于续航能力应该也不会差，毕竟新款处理器的功耗控制应该会打磨更好，结果上来说也就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压力。